今年大部分的友商都没有急于发布超大杯，OPPO 也是带来了先行者，为超大杯也带来了打样。不过这期视频呢，我们聊的不是超大杯，而是中杯。有没有发现今年 OPPO Find X 系列发布的相比过去要早很多，而这次的标准版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就比如全焦段的相机配置，1.5K 分辨率的东方屏。天玑9300处理器等等你说标准版都已经这样了，这起点确实稍微有点高所以这次的标准版其实也让很多人充满期待了那就不卖关子了，直接来干货。我个人觉得这个 OPPO Find X7 的外观算是上一代的一个小改毕竟现在手机上面能有的设计已经为数不多了延续了 Find X6 Pro 的大墨银月的设计采用了素皮加玻璃的拼接我们但是握持其实还是在素皮这个区域，不过摄像头这一次凸起的没有那么夸张和严重了。今年绿厂和京东方带来了深度合作，带来了国产屏幕的一大突破，这也是我们国产研发制造业的一件大事那 OPPO Find X 的屏幕呢，就是来自京东方，有 1.5K 的分辨率，峰值亮度呢达到了4500尼特。除了能带来更好的显示之外呢，就比如我们观看 HDR 的视频那这块屏幕能带来更加接近真实的明暗显示你们看左边是 iPhone， 右边呢是 Find X7在播放同一个 HDR 视频的时候呢，你们看一些暗部的细节都能显示出来了。而再一个就是能通过 Find X7 拍摄的 Pro XDR 的照片到底什么是 Pro XDR 照片呢？简单来说你们看过去我们拍一张照片呢，顶多就是色彩丰富，细节更多但是比如当时拍摄时候的天空有多亮，或者晚上的灯光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之前都是无法在这样一块屏幕上面感受到的。而 Pro XDR 通过屏幕高明暗对比能够还原拍摄当时的照片亮度。那这样呢，我们在回看照片的时候呢，不仅能够感受按下快门时候的颜色环境，还能感受到那个瞬间的环境亮度。这也就是 Pro XDR 的用处了。那这就是通过先进的技术带来更加还原的回放了。当然在影像部分呢，我们也会给你们来看看它的相机表现。那这块屏幕在护眼方面呢，支持了 LTC 的调光和 PWM 高频调光也就是高亮度下呢是 DC 调光，屏幕变暗的时候呢变为22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除此之外呢，通过自动色温的调节呢，带来了接近环境光的屏幕显示而且通过硬件及低蓝光可以带来更好的防蓝光显示。这样呢，在晚上观看屏幕的时候呢，能带来更加护眼和低蓝光的观看屏幕了。那说一个小细节这一次 Find X7 加入了360度的环境光感应这样我们能够躺着的时候呢，背对着光源也不会带来那种屏幕突然亮的问题除了这些呢，这块屏幕使用了8T 的电路，带来了想要更快的自适应刷新率的显示。除了更省电之外呢，也有顺手的流畅体验，所以整个屏幕配置上呢，已经超越了标准版本该有的样子了。那去年的 Find X6 标准版的影像方面呢，口碑呢就还是挺不错的我们来看今年 Find X7 的影像配置一颗5千万像素的索尼 LYT808等效焦距23毫米的广角镜头，1.1/4英寸的底。同时呢，拥有 f1.6 的光圈潜望长焦呢搭载了豪威的 OA64B 6400万像素，支持 OS 光学防抖超广角采用了三星的 GN1 可以说是覆盖了一个小全焦段当然更好更全的全焦段呢交给了超大杯了是吧？而且通过超清画质算法和哈苏色彩我们来看它的影像表现。白天的时候呢，我来到了公园拍了一些照片我最近呢很喜欢使用长焦，就比如使用3倍长焦拍摄一些人在湖上滑冰基本上呢按下快门呢就能立刻抓拍了。对于小逆光的建筑呢，通过长焦拍摄呢也能获得宽容度不错的样张同时对于大红大绿的建筑呢，哈苏这种原色彩就特别出片还有公园里面的一些亭子长廊找好角度去拍就行。而且主视和长焦的色彩表现达到了一致，我特意抓拍了几张在滑冰的一些瞬间，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就出片所以这一次 OPPO Find X7 在快门速度上面调的还是挺跟手的。在视频方面呢，支持了 HDR 的视频拍摄最高支持 4K 30帧。同时呢，很多人关注 OPPO Find X7 的这个视频拍摄防抖如何那我也做了测试。我现在使用的是 OPPO Find X7 1080P 60帧的这个超级防抖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视频的稳定性。我刚才上了一个台阶，然后现在我在步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个拍摄。夜景方面呢，我依然也是主摄长焦混合进行了拍摄，拍摄表现呢还是很稳定的。这次不得不提啊，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它的处理器了啊。毕竟天玑9300目前的机型啊并不多，而这款 U 啊直接放在了标准版上，可以说啊这一次标准版的性能起点啊就不低。我们来看游戏的表现啊，首先就是入门级游戏《王者荣耀》，目前支持120帧，整体游戏很流畅，没有任何的游戏帧率波动，一局游戏平均率为120.9帧。那我这次呢直接跳过了吃鸡，来直接看《原神》啊。那开启最高画质60帧啊，除了在几个传送的时候啊掉帧之外呢，基本上没有任何不稳定和卡顿，而且非常的稳啊。30分钟的游戏平均率为59.3帧。接下来就是更为吃性能的崩坏星穹铁道啊，没想到啊，也是挺稳的。除了中间有点小掉帧之外呢，你们看整体啊非常稳，30分钟平均率啊巧了也是59.3帧。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先停一停啊。我们要聊一个不常聊的缓存啊。我们平时看手机的内存，通常都是运行内存 RAM 和存储 ROM， 而决定我们手机卡不卡、快不快的，不仅仅是由它们决定啊，还有一项就是处理器的缓存了啊。当然，电脑上和移动平台的处理器的架构不同，然而有一些却是一样的，就是缓存了。通常缓存会集成在处理器以内啊，也会有3个层级的缓存啊，也就是处理器临时数据交换器啊。1级缓存也就是 L1 啊，最靠近 CPU 核心 ，L2 呢其次 ，L3 再次。那运行速度方面呢 ，L1 最快 ，L2 次快 ，L3 最慢。那容量大小方面呢 ，L1 最小 ，L2 较大。L3 呢是最大，那而处理器读取的规律呢，则是先从 L1 开始，然后2、3。如果呢这哥仨都没有啊，就直接再往下一阶，也就是运行内存了。那前面铺了这么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这一次 Find X7 系列发布会之前呢 ，OPPO 还带来了一场技术沟通会啊，也就是带来了 OPPO潮汐架构。这项架构简单来讲呢，就是改变处理器读取和缓存存储的方式啊。通过潮汐架构呢，直接对缓存存储进行调整缓存配比啊，从而相比过去粗暴的堆运行内存来看呢，这项技术啊，从底层解决手机的卡顿、运行流畅的问题啊。而且啊，也从而优化了手机在运行应用时候的功耗表现。同时啊，使用久了以后呢，相应的速度呢，也依然带来了快速的保障。简单一句话呢，就是通过这项架构呢，带来了流畅、省电、久用不卡的体验。除了潮汐架构呢，还有一项能力到来啊，就是 ADINS-GPT， 那也就是绿厂带来的大模型技术啊。而目前我们已经可以体验到关于ADINS-GPT 带来的便捷了啊！给你们看啊，这是一条我们常发的微博自述吧。那实际上呢，这是一篇超长的新闻啊，这就是小布助手帮我们提炼的总结了。还有一个我常用到场景啊，就比如我今天要和一个朋友沟通一些事情啊，那之前我们需要拿一个笔和纸去记录相关关键词，从而在会议之后呢，来进行关键信息的总结记录啊。就比如这一次测试的打电话的内容啊，大概就有几个点啊，包括要求下个星期开始要10点半上班，并且所有的申请要走审批流程，并且针对加班做了详细的流程要求，公司的卫生制度也做了详细的要求，包括接下来的工作要求啊，大家可以看看通过智能摘要的总结啊。这还没完啊，这一次 OPPO Find X7 还有一个特别有用的功能啊，你看，比如你在一个景点拍照片是吧？就经常会拍到一些也在拍照的路人啊，没想到啊，那这一次 OPPO Find X7 推出了基于大模型的AIGC 消除，你看啊，这是刚才的照片啊，我只需要把希望删除的路人画一个圈，然后你看，它就没了。而且啊，仔细看，基本上你是看不到什么 AI、PS 的这种破绽的。那好家伙，以后这 PS 后期要失业了。而且啊，它还能 AI 抠图啊，我赶紧自拍这张试一下，还行啊。你看我头发丝也能抠下来，所以啊，我以后打算开个淘宝店啊，专业抠图。所以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一次硬件方面带来了很稳且很顶的性能基础之外呢，并且在系统和软件层啊也带来了飞跃式的进步和提升。那在手机续航充电方面呢 ，OPPO Find X7 搭载了5000毫安时电池和100瓦的有线快充。经过测试啊，看 B 站1080P，1小时耗电8%，王者荣耀
游戏30分钟耗电8%，看短视频30分钟耗电4%，看微博30分钟耗电4%，看淘宝30分钟耗电7%。在充电回解方面呢 ，OPPO Find X7 采用了100瓦的有线快充啊，并且针对一些特殊环境下使用场景啊，还带来了极寒充电模式。我们来看它的充电速度。实测啊，5分钟充入26%，20分钟呢充入84%，最终28分钟啊充至100%的电量。那在其他方面呢 ，OPPO Find X7 啊，像 NFC 红外这些啊都没有缺席。而且针对这2年大家都在出国旅行了啊，每次出行啊还要考虑目的地上网服务的问题啊，那 OPPO Find X7 推出了全新内置的一站式出行服务。国际逍遥游啊，不仅直接就可以线上开通目的地的上网服务，而且啊，应用内啊还集合了全球旅行必备的好用服务啊，还是挺便捷的这么一个旅行必备的应用了。那对于今年 OPPO Find X7 系列啊，虽然我并没有拿到全系列啊，但是从目前标准版的配置和短暂的体验来看啊，这一次标准版的势头很大，它基本上覆盖了4000到5000这个价位段中大部分的配置和应用的体验。这属于是一种标准版降维打击有偿 Pro 版本的产品啊。不过啊，对于这样的产品啊，受益者其实还是我们用户啊，能通过标准版的价格获得更好的体验啊。当然啊，也不是说标准版就是完美啊。所以我最近还会再继续体验 OPPO Find X7。所以对于这台手机的任何购机疑惑啊，欢迎大家你们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后呢会给你们解答。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我是大鹏。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还来关注我，我们在下期视频见，拜拜。